重生到洪水末世前一天，我没有囤粮，没有打造庇护所，更没有花光积蓄去购买一艘航母，因为我根本没有钱。不过还好，我有一根从不空军的神级钓鱼竿，只要垂钓就能无限升级钓取万物。回想昨天时还是前天，洪水淹没了我脚下的15层老楼，我拆了家里一切能用的资源，做了个简易的木筏，开始航行。这时，女友楚心发来信息：阿凡，我好害怕，我家快要被淹了。你快来接我吧！我嘴角扬起一抹冷笑，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打字回应：别怕，欣欣，你一定要把门堵死，不要擅自行动，我一定会尽快赶去救你的。说完，我关掉卫星网络，将手机套好防水袋，塞入背包。老子救你个鬼！前世就是这女人和好兄弟陈泽亲手将我喂给了贪吃的巨齿鲨。长舒一口气，我检查了一下背包里匮乏的物资，是时候要先甩一杆了。怀着激动的心情，我立马抛动手中的鱼竿，可钓了快1个小时，水中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就在我打算提竿收线时，鱼竿顶端忽然被一道巨力死死下扯，我瞬间绷紧肌肉，疯狂摇动鱼轮收线，水中的力量很大，差点将我拉进水中。咬紧牙关，我借力提竿，下一秒红色的影子从水面冲出，垂钓成功！恭喜你，获得1包辣条，获得1点熟练值。我眼角一抽，感觉有点逆天，真就印证了钓鱼界的那句话：钓鱼佬除了鱼什么都能钓到，而且自己刚钓一次就花了10点体力，那么每天充其量只能钓10次。以目前这个速度，我想要升级起码12天。我心里清楚，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发育了，因为7天后海洋生物将会迎来第一次变异，届时它们将充满攻击性，并且拥有一定的智慧。想到这里，我连忙继续回竿。片刻，远处浮漂上闪烁着一道若隐若现的淡金色光芒，难道是金色传说？我立马发力向上提竿，鱼轮飞速旋转，甚至迸溅出烫手的火星子。咬碎后槽牙，我借势后仰倒地，利用全身重量压住那已经弯成半圆的鱼竿，可拼尽全力，鱼轮也无法转动分毫。这时木筏也开始剧烈摇晃，筏体边缘不断进水，僵持了一段时间，自己身体已有脱裂的迹象。这时我却突然灵光一闪，既然自己拽不过他，不如反倒耗尽他的力气不就行了？说干就干，我立马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将鱼竿固定在木筏的缝隙中，同时起身握住鱼竿前端当做船舵，正好冲向的是码头的方向。而当初自己就是在那里找到救命的渔船，果然这股拉力瞬间驱动着木筏飘动起来，而我则站在木筏上像冲浪般狂游。这一幕顿时把龟缩在顶楼的幸存者们看呆了，但我却根本无暇顾及这些，因为我为了防止自己侧翻，已经被水下的东西拉着，绕着码头的宽阔海域绕了几十圈。而水下的东西渐渐乏力，我看准时机，立马将鱼线收紧。下一秒，水面炸开，一团金光，一枚闪暗彩的紫黑戒指哐当落在木筏上，垂钓成功，获得隐藏道具空间戒指，稀有度异能级。戒指的空间容量随宿主精神值成长而进化，目前仅可收纳系统产出及垂钓物资，居然真的是金色传说。我瘫倒在木筏上，喘着粗气，心念一动，将神级鱼竿和辣条瞬间就收进足有5立方米的小空间中，随即热泪盈眶，合上了眼，开始飘荡。与此同时，凤江园高档小区内，楚心烦躁地摆弄住手机，还在期待我前来救援的消息。这时陈泽走出来，搂住楚心细腰：放心吧，他这么爱你，就算死也会来的。楚心轻皱了一下眉头，总觉得此事有点不对劲。陆凡这时肯定跟狗一样卖力划船呢，等他到了，我把他踹下船，去找我叔叔那艘游艇来救你们。沙发上抱住泰迪的二婶和二叔听见对话，连忙凑过来：哎呀，小泽太懂事了，我们欣儿遇到你，简直是咱们楚家的福气，可比陆凡那个废物好多了。听住两人的阿谀奉承，陈泽笑住点头应和，眼底却闪过一丝阴冷，随即双手不自觉向楚心袭去。二叔二婶见状，尴尬别过头，假装逗狗不敢有丝毫打扰。而在另一边，我休息1个小时后继续开始垂钓，因为4、5个小时后就会天黑，而夜晚的海洋将会变得无比寒冷。结果第一竿是一包香烟，第二竿是把砍菜刀，直到第4竿才发现漂浮上正闪烁着微弱的绿光。我瞳孔一缩，先调松鱼轮上的泄力装置，同时左右晃动鱼竿，乱那东西游动的节奏，屏住呼吸，下一秒摇臂飞转，顿时一个方正的棕色虚影破水而出，垂钓成功，获得隐藏道具初级工作台，稀有度精良级，用于蓝图的合成制作，每日有1次初级拆解功能，需绑定载具使用。蓝图功能仅限生活级与精良级的品质，且拆解功能每日12点刷新。望着脚下这个随时可能散架的木筏，我没有任何犹豫，单膝跪在木筏中央，双手将工作台稳稳按在筏体最厚实的衔接处绑定。下一刻，工作台骤然爆发出一道淡金色的光帘，瞬间席卷了整艘木筏，每一块木板和绳结仿佛被某种力量锁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。而工作台还有个妙用，就是拆解功能。我迅速翻找物资，包拿出4天暖宝宝，既然能拆解，看看能否变废为宝。我将暖宝宝塞进工作台格子里，伴随着光团升起又减退，一块巴掌大小的漆黑块状物出现在格子上。拆解完成，获得一个低纯度铁碳合剂材料，接触空气后会释放65C 热量，遇水不吸，持续时间12小时左右，是制作保温装备的基础材料，也可应急取暖。我去，这么牛逼！我眼前一亮，这简直是个随身小火炉啊！今晚得靠它续命了。可我刚将其收入空间戒指中，天空竟已然乌云压顶，我脸色瞬间铁青。上一世雨停后，明明放晴了整整5日，是谁没唱故事的小黄花吗？暴雨再次来袭的预感，顿时让我极其不安。一旦发生，我将迅速体温流失，很可能就会在今晚就被冻死。下一秒，惊雷瞬间炸响，暴雨裹挟着巨浪顿时向我袭来，自己整个人直接被甩飞出去，狠狠砸进了冰冷刺骨的海水中。冰冷的窒息感爬遍我的全身，忍住
住肺部的剧痛，我拼命向上游动，扣住木筏的边缘时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了上去，开始迎接下一波巨浪的洗礼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暴雨才转为了淅沥的小雨，但急速的失温，此时已经让我意识开始模糊。我颤抖着打算从空间戒指中取出那块铁碳合剂救命，可眼前却突然亮起一束刺眼的探照灯光，紧接着一阵低沉的引擎轰鸣声传来。我艰难地抬起头，逆光看去，那艘记忆中的破旧小渔船此刻正破开雨幕，缓缓朝我驶来。渔船停在木筏边侧后，一个体格敦实的中年男人将我背起，转而来到了渔船上，同时大喊：“待会儿把这小木筏搬上来，劈了能当柴火烧。”片刻，我来到温暖干燥的休息室，这时一个古铜色皮肤的女孩没好气道：“爹，外面这么危险，还下着雨，非要救他干啥？”男人笑了笑，将我轻放在地板上，接着麻利地帮我扒下湿透的外套。张小敏虽然嘴上抱怨，但还是提起个不算暖和的小火炉，扔到了我的面前。臭小子，我爹好心救你，警告你别有什么坏心思，不然一脚就把你踹下去喂鱼。我费力抬起眼皮瞥了他一眼，美女是美女，可就是这一身腱子肉，恐怕练过武术，惹不起啊，惹不起。随着两人出门后，我念一动，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了那块铁碳合剂取暖。等恢复知觉，我立马竖起耳朵，因为门外传来阵奇怪的打击声。只见外边甲板的雨棚下，一个体重200斤的黄毛正抡起消防斧对住我那艘木筏疯狂输出。这鬼玩意儿是铁做的吗？我砍了半天都砍不动。庄牛扔掉斧头，一屁股坐在甲板上撂起挑子。他身旁的瘦高黄毛陈阳见他不干活，直接踢了一脚。天天不爱吃那么多肉，连个破木筏都砍不动。就在这时，张卫国的声音传来：“你俩咋脸色这么差？”两人苦笑两声，指住木筏：“张叔，这玩意儿硬得出奇啊，斧头砍不动。”张卫国虽然有些纳闷，但还是示意两人先去休息。你们说停游艇的码头应该就快到了，找到了就叫你们。说罢，就带住张小敏回到驾驶室，看着张家父女走远，陈阳晃了晃手中的斧头，低声冷笑：“哼。”等找到了游艇，你们父女俩就等着喂鱼吧。庄牛瞬间爬起来，表情惊恐：“陈哥，咱们真要杀人啊？俺怕坐牢啊！”陈阳反手就是一巴掌：“你个猪脑子！全世界都淹了，做个屁的牢啊！”与此同时，休息室内，你捂住晕眩的脑袋，浑身酸痛，查看系统面板后，果然发现自己已经中度感冒了。在缺医少药的末世时，一场重感冒有时比天灾还致命。然而，就在你挪到连接着驾驶室的门口找水时，里面的对话却瞬间让你一震。张小敏讪讪地说道：“那俩黄毛总感觉不是啥好人，咱们真帮他们找游艇吗？”张卫国拍拍张小敏肩膀：“别担心，丫头，等找到了游艇，咱们借点油，就往西边的西环山开去。听说那里有人建立临时据点，是唯一的活路。”门外的你这时处瞳孔微缩。上一世如果自己没记错，那里是方圆500里内唯一安全的官方基地。只可惜上一世被陈泽那个蠢货拖累时，飞在海上找这艘破游艇，错过了最佳转移时间，从而让我成了他们逃亡的牺牲品。也就在我想的此刻，张小敏猛地拧开门把手，下一刻我直接摔倒在地。我尴尬地望着两人，艰难开口：“那啥，有没有水？”张卫国眉头一皱，走上前一探我的额头，下一刻直接蹦了起来：“居然这么烫！丫头，去烧点热水来。”支走张小敏，他拉开身旁的抽屉，随即翻出一个写着999的药盒。要知道，在这文明崩塌的末世，一粒药足以让2个成年男人拼上命，甚至能换昔日女神的彻夜服侍。魏国抠出一颗递到我手里，暖暖的，很贴心。这东西金贵我也不多了，你吃一颗听听吧。看住手心的胶囊，我眼神复杂。张卫国是个好人，但可惜在末世，好人通常死得最快啊。然而就当我吃完药向他道谢时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道惊呼声：“张叔，快停船，我们看到游艇了！”闻言，张卫国将舵交给赶来的女儿，随即走出驾驶室，靠在船舷边，很快便接近了游艇。可他却不知道下面发生的事儿，差点要了自己的命。陈阳给庄牛使了个眼神，跟着张卫国跳上游艇上探查，发现油表满油，游艇内部也并无任何问题。这时张卫国感觉到气氛不对：“小陈，既然找到渔船了，那咱们之前说好的借点油，没问题吧？”陈阳拍拍双手，灰尘呲牙一笑：“没问题。”张叔开口哪能不行？随即便折返回渔船拿工具，而张卫国这熟练低头整理起软管，可下一秒被一记闷棍直接撂翻，整个人直接扑倒在甲板的积水中，身子抽搐了2下不动了。陈阳扔掉木棒，甩了甩震麻的手，庄牛拿起早准备好的尼龙绳，将半昏迷的张卫国反剪双手捆了起来。忽然驾驶室的门打开了，张小敏一眼便看到倒在地上的父亲，他想都没想，直接抄起门边的消防斧冲了过去。可陈阳却反应极快，一把薅住张卫国的头发，随即将折叠刀顶在他颈动脉上。张小敏斧头举在半空，眼圈都红透了。你们是畜生吗？没有我爹，你们早在海里喂鱼了。陈阳吐了一口唾沫，神情不屑：“我又没求你们救，少拿这种道德绑架我！”把斧头扔了，跪下。张小敏只能绝望地跪倒在地。下一秒，庄牛趁机将他也捆了起来，随即在一旁搓住手，满脸猥琐：“游艇这么大，咱俩正好缺个女人。”张卫国目眦欲裂，拼命挣扎，却被陈阳一脚踹在心口：“把那个装物资的保险箱密码告诉我，我可以考虑让你女儿活着。”可张卫国却闭上眼，一声不吭，知道女儿落在他们手中，就算现在不死，以后也会生不如死。见状，陈阳站起身，眼神恶毒：“胖子，去把那个病鬼拖出来！”片
片刻，我脸色惨白，被拖了出来。陈阳把招叠刀扔给庄牛，把他脑袋割下来，让张叔看看待会儿他女儿怎样的下场。庄牛怪叫一声，给自己壮胆，下一秒举起刀朝你冲去。可由于甲板太滑，整个人竟笨重的压在你身上，几秒钟过去，竟一动不动。陈阳骂骂咧咧的走过去，抬脚踹了庄牛屁股一下，但依然没有任何反应。然而就在陈阳翻开身体的一瞬间，忽然一道寒光猛然从肥硕的尸体下窜了出来，利刃划过陈阳，猛地偏头，下一刻捂着脑袋惨叫着向后跌去。地面的积水上顿时多了只血淋淋的耳朵。你撑着膝盖摇摇晃晃站起来，没有理会陈阳的哭嚎，举起柴刀向陈阳脖子劈去。可忽然一个巨大的侧浪狠狠拍在船身上，本就虚弱的我脚底一软，竟直接摔在甲板上，而砍柴刀脱手飞出，滑到了陈阳脚边，局势也随之瞬间逆转。陈阳愣了一秒，眼中爆发出狂喜，他连滚带爬的扑过去，一把抓起那把砍柴刀，狰狞的咆哮：“臭小子，去死吧！”张小敏立马嘶吼提醒陆凡小心。然而就在刀刃落下的瞬间，陈阳却突然感觉手臂一轻，原本握在手里的砍柴刀竟凭空消失，化作一团空气。陈阳保持住劈砍的姿势，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，还没等他那迟钝的大脑反应过来，我原本空的左手猛然向后一探，五指虚握，砍柴刀又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我手中。随着我反手一撩，利刃直接贯穿了陈阳的整个腹腔。我面无表情地拔出刀，强忍着头疼，骑在陈阳身上就要补刀。陈阳突然裂开一排血牙，嘶吼道：“活不了，那就一起死吧！”下一刻，从怀中掏出个起爆器，死死按了下去。那是用来炸鱼的土雷，之前在探查游艇的事就被庄牛偷偷贴在了油箱旁边。我瞳孔骤缩，手中的动作加快，刚把陈阳的咽喉斩碎，一股灼热的气浪便伴随住轰鸣声从船舱底部爆发，驾驶室直接被炸上了天，而我也被气浪掀飞，翻滚了2圈，直接倒在地上。冲天火光引燃了泄漏的柴油，将半个甲板吞噬进火海中，船体进水，开始剧烈的倾斜。我顾不上难受，从陈阳的裤兜里摸出串钥匙，踉跄着冲向船头，割断了捆住张卫国父女的绳索。走，快上游艇！张家父女人跌跌撞撞跨过船舷，跳到了那艘灰白色的游艇上。张小敏站在游艇甲板上，焦急地向我伸出手：“陆凡，快上来，渔船要沉了。”可我却站在火光中摇了摇头，转而瞄准了那艘木筏，心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看向张小敏：“现在几点了？”张小敏愣住了，这种时候问时间：“11点55，快走啊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”我喃喃自语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还有5分钟。接着从兜里掏出之前调来的那包香烟，隔住几米，精准扔到张小敏怀里。这包烟应该够你们在据点换不少物资，算我还你爹的人情。往西开去西环山据点，别回头。说完，我转过身，不再看他，而是拖住那具疲惫的身躯朝木筏走去。张小敏看着我那决绝的背影，又看了看怀里气息微弱的父亲，狠狠一跺脚，钻进游艇驾驶室，载住父女俩消失在漆黑的雨夜中。而我则站在即将覆灭的船上，心里默念着时间。在进入第2天的第1秒，叮，今日拆解次数已刷新。我猛然将右手按在身下的工作台上，左手死死扣住渔船即将沉没的甲板分解。下一刻，无比耀眼的金光从工作台底部爆发，光芒顺着甲板飞速蔓延，而原本正在下沉的庞然大物突然凝滞在半空中，纹丝不动。在这物理法则失效的空间中，船体顿时开始崩解，所有物质化作无数细密的光点，疯狂涌入工作台的核心处。10几分钟后，光芒散去，海面上那艘几十吨重的渔船彻底消失，陈阳和庄牛的尸体失去依托，像2个垃圾袋一样随海浪飘去。而我却坐在孤零零的小木筏上，看着工作台上方悬浮的一堆精华材料拆解成功。恭喜宿主获得生活级防腐木板20块，生活级建筑用铁板10块，生活级强化玻璃5块，精良级同心线圈2个，精良级燃料柴油50升1桶装，特殊部件受损的渔船柴油引擎可修复1个。看我这些东西，我不禁皱眉，这么大一艘船就拆解了这一点。不过在系统的提示下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是工作台功率有限，把材料给提纯了。我心念一动，一股脑将其塞进空间介质。由于精神值达到了7点，对应的空间也扩容到了7立方米。这时工作台再次震动起来，检测到材料已满足当前载具升级核心的需求，可以升级为1级初级求生船。是否立即升级？发烧带来的头痛让我视线有些模糊，连忙选择了升级。下一秒，空间介质里的材料凭空飞出，瞬间融入脚下的木筏，整个木筏竟变成了充满了粗犷美感的钢铁木船，半铁半木的结构，让它看起来像个微缩版的水上装甲车。我迫不及待钻进驾驶室，隔绝的世界顿时安静了。驾驶室虽然整体简陋，但却十分干燥和安全。看着这属于自己的四方天地，经历过被刺重生的我，此刻眼眶竟然有些发热。上一世自己在渔船上任劳任怨，楚心一家人不仅不感恩，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，对我百般苛责。而现在我有了在末世中活下去的尊严，在温暖中，我将身体缩成一团，意识逐渐沉入黑暗。次日一早，我推开驾驶室的门，舔了舔前列的嘴唇，肚子也发出咕咕声。看来现在必须得甩一杆了，希望接下来能解决食物和淡水的问题。而同一时间，凤江园高档小区内，楚心烦躁地把手机扔在沙发上。烦死了，彻底没电了。看着桌上仅剩的半包饼钱，他捂着咕咕叫的肚子，眼神里满是怨毒。陆凡那个王八蛋是不是死了？居然敢不回我消息！话音刚落，二婶和二叔悄悄拉住楚心到厨房角落，压低声音：“星儿啊，我看那陆凡小子是真淹死了，
现在家里这点吃的，陈泽那大个子一顿顶咱们3顿，再耗下去大家都得饿死。楚心闻言愁眉苦脸，二婶眼中却闪过凶光。我有一个办法，隔壁那对老不死的家里有个充气阀，以前买给孙子玩水的，让陈泽去抢过来，带上咱们离开。二叔愣了愣，没想到自家婆娘这么狠。楚心思索片刻，点点头，随即走进卧室里。几分钟后，陈泽听完楚心的建议，走到客厅里，拿起一旁的水果刀。行是行，但隔壁那家里还有个快40岁的儿子，块头不小，我自己去怕顾不过来。二叔，你得跟我搭把手。两人提出菜刀，摸到隔壁门口，随即找来撬棍暴力破开房门。中年男人挥起刀吼道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滚出去！”陈泽冷笑一声，身形暴起，手中的刀直奔对方脖颈。他练过几年散打，而且下手极黑。中年男人还没反应过来，脖子上就被划开一道大口子。老夫妻俩哭喊着扑上来拼命，场面瞬间失控。混乱中，二叔大腿被老头临死前捅了一刀。陈泽抓住机会，瞬间解决掉两人。二叔惨叫着跌坐在地，看住一屋子惨状，浑身发抖。小泽，快扶我一把！陈泽甩了甩刀上的血珠，喘住粗气走过来，接着居高临下的看着二叔。二叔伤得挺深啊。是啊，快带我回去包扎。陈泽蹲下身，声音平静的可怕。带着你还得分你吃的，还得照顾你。这船就那么大，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个瘸子，别拖累我们了。二叔瞪大眼睛，还没来得及求饶，心口瞬间一股凉意。陈泽面无表情，搅动了一下二叔胸口的刀柄，死了一了百了，省得大家都累。没想到第二次杀人，感觉还是那么爽。缓了会儿，陈泽找到充气阀，顺便将屋内物资扫荡一空，最后把二叔尸体从窗边扔到楼下的洪水里。做完这一切，陈泽回了屋内，见二叔没回来，楚心和二婶急忙询问。陈泽红着眼眶，那群混蛋下手太狠了，二叔为了救我，被他们推下窗户了。二婶两眼一翻，嚎啕大哭，楚心也吓得捂住嘴，眼泪直掉。陈泽一把搂住楚心，把她的头埋在自己的肩膀处。欣欣还好，我命大回来了，等我养2天伤咱们就走，我一定带你活下去。楚心感动得一塌糊涂，紧紧回抱住这个满身血腥的男人。而此时下午1点，我却坐在船头，享用着自己上午钓上来的货食。上午这5竿，除了维持生存的矿泉水和牛肉钱，还有一根洁净橡胶管、1捆木方以及1包石英砂。虽说都是生活级的低阶杂物质，但在末世，这些物资都是能利用的好东西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抓紧时间继续递竿，随着浮漂猛然一沉，绿光绽放，钓上来的物品竟让我瞬间呼吸骤停。垂钓成功，获得64式手枪一把，稀有度精良级，可靠性很强，但弹匣容量只有7发。在这个秩序崩塌的末世，这就是绝对的真理。这下真走狗屎运了。你将其小心翼翼收进空间戒指，信心大增，继续开始垂钓。但2个小时后，第7竿喜提，一个生活级的防风打火机；第8竿血，赚一床生活级的真空压缩的羽绒被。我不禁感慨，哪有小孩天天哭，哪有赌狗天天输？我要重铸钓鱼佬的荣光。果然，在自己全神贯注的第9竿时，浮漂上再度亮起期待已久的绿色光芒。哈哈哈，给爷出货，垂钓成功，获得精良级蓝图，初级低滤式淡水净化器。我激动的一拍大腿，立刻将蓝图放在工作台上查看。一个简陋却又能救你狗命的装置，相比蒸馏法所需要的能源成本更低，产出的淡水更稳定。但过程由于缺乏电力和高压泵，过程漫长的会让你像砸了它。盯着工作台，你微微皱眉。几个副材料倒是还好，但主材料光靠钓鱼太看脸了，万一期间没钓到淡水，人多半就记了。我抬头看向不远处时，前方200米处是栋30层高的写字楼，屋里肯定有鱼缸或者家用净水设备，拆出个家用 RO 反渗透膜滤芯应该不难，有枪有刀，搜楼去。可刚开动引擎的瞬间，空气瞬间凝固了，工作台上标注着一串醒目的红字：引擎状态严重受损，需精良级机械维修包或同等级零件修复制。我一巴掌拍在脑门上，昨天光顾着升级船体爽了，忘了这破引擎是坏的。黑着脸，我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了一根木方，接着用砍柴刀临时做了个木架，开始回归原始人状态，以一种龟爬的速度向那栋写字楼死死的滑去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力量训练后，累成狗的我终于靠在写字楼18层的外墙玻璃上，从落地窗看过去，里面是家被淹了一半的公司。我将船头卡在窗户内，握紧了手里的砍柴刀，另一只手感受住空间里的64式手枪，深吸一口气，翻窗进屋，水位刚好没过膝盖。我每一步都走得很轻，快速扫视了一圈，黑暗中才发现里面竟空空如也，这是被搜过了。接下来我又连续看了几家公司，但情况却都如出一辙，恐怕这楼里的幸存者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团体。冷哼一声，我目光朝天花板看去，既然集中了物资，那就省得一家家找，直接上门抢吧。然而就在你刚路过一家小办公室时，一股浓烈的腐烂的腥臭味扑面而来，我下意识屏住呼吸，贴着墙根凑到了门口。可下一幕借着昏暗的光线，竟让你看到了里面骇人的一幕。卧槽，这么狠！只见那原本不算大的办公区里，竟飘着4、5具女性不堪入目的尸体，显然生前遭受过非人的折磨。这才末世第6天，洪水还没完全淹没良知，这楼里的家伙就已经不当人了吗？然而就在我准备后撤时，楼梯上方突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和说话声，我迅速闪身，躲进旁边的阴影里，暗中观察。没过几秒，2个穿着肮脏的西装、面容枯槁的男人一前一后抬着一具新鲜的女尸走下来，两人像扔垃圾般将尸体扔进那间满是死人的办公室中。后面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抹了把脸上的汗水，麻木道：“真造孽啊！
就为了半块的面包，被彭总几个人糟蹋成这样，没吃进嘴里，人先没了。前面的高个男人吓得一哆嗦，连忙让其闭嘴，随即对着尸体小声念叨了句阿弥陀佛，这才匆匆转身朝楼上跑去。你看这两人消失的楼梯口，眼神冰冷，彭总看来就是这栋楼的土皇帝了。这也意味主材料滤芯大概率就在这个彭总的老窝里。检查了一下弹匣，将枪上膛后，我蹑手蹑脚顺着楼梯向上摸去。写字楼顶层董事长办公室中，3个保养得体的中年男人此刻正陷在真皮沙发里。彭总弹了弹绿豆眼，眯成一条缝。刚才卫星电话通了，西环山那边我老关系还在，5天后他们会派船来接我们去避难所。地中海发型的徐总和身材瘦小的牛总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，开始吹捧。哎呀，还得是彭总人脉广啊！就是彭总，到时候您可得拉兄弟一把，我们全仰仗您了。彭总享受着谄媚的目光，扫了眼空了一般的肉罐的盘子。物资和那些女人还剩多少？徐总搓住手，语气却有些迟疑。女人下面还关着10几个呢，有姿色的起码还有5、6个，够您消遣一阵了。不过就是这物资恐怕不够了。彭总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。这末世最不值钱的消耗品就是人命了。今晚找个理由，让离火他们搞点暴乱，别让这些人再浪费粮食了。而此时29层开放式办公区里，上百号幸存者挤在这里。这时，一位身材苗条、高1米5冲200斤的周小丽开口：这几天上去的那些女的，指不定在吃香喝辣呢。虽是卖身，但总比在这儿饿死强吧。瘦弱的小优眼神空洞，有些不安。那些上去的姐姐没一个回来，会不会出什么事？可周小丽却翻了个白眼，满脸不屑。那几个货本来想傍大款，这下如愿了，谁还愿意回这猪圈？说完还故意放大音量抱怨。不过那几个臭男人眼神真差，我这种天生丽质的美女都看不见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大厅入口突然传来骚动，寸头男人李火带着几个壮汉走进来，他是彭总的亲信，也是这一层幸存者的管理者。周小丽瞬间两眼放光，像个肉弹战车一样冲了过去，地板都跟着颤了3颤。她故意夹着公鸭嗓，娇羞开口：李火哥哥，这次是不是又要选人上去享福啊？您看我皮肤白皙微胖可人，保证让彭总满意。全场瞬间陷入死寂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这坨几乎成正方形的微胖女士，胃里一阵翻腾。李火的嘴角抽搐了2下，他强忍下自己的恶心，因为没人知道他这次下来根本不是选美，而是要在晚上的大清洗前先处理掉几个刺头麻烦货。他后退2步，给手下使了个眼色：这头肥猪算一个，带走吧。手下心领神会，强忍着恶心假笑：美女跟我们走吧，彭总在上面等着呢。周小丽还以为自己被选中，傲气的冷哼一声。这时李火瞥见旁边小优长得不错，那个女孩长得不错，也带给彭总看看。可谁料小优刚站起身，周小丽竟突然一脚踹在他肚子上，小优本顿时后脑勺磕在地上，当场昏了过去。周小丽还假惺惺喊着：哎呀，对不起小优，姐不是故意的，刚刚脚滑了。可他心里却盘算着，绝不能让别人抢了这享福的机会。李火看小优奄奄一息，只能低声吩咐手下：这女的快不行了，找个人扔到楼下去，别死在这里。说完就带着周小丽匆匆离开大厅，走进走廊。周小丽虽然蠢，却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因为这些人带她走的方向根本不是去往30层的内部楼梯，而是通向楼下的安全通道。她连忙追问：李火哥哥走错了吧？这不是下楼的路吗？可话音刚落，2个壮汉就一左一右扑了上来，试图将她按住。周小丽瞬间炸毛，发出杀猪般的嚎叫。那一身几百斤的肥肉，此刻竟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，瞬间把2个壮汉甩飞出去，动静大的仿佛整栋楼都在震动。而楼梯间里正准备摸上来的我动作一顿，死死盯着上方，忍不住吐槽：我去这楼里还养猪了，吃的居然这么好。而此时走廊里早已一片混乱，李火大怒，连忙大喊：废物都给我上！别让他惊动其他人。随即又上来2个壮汉，4个大男人像按粘猪一样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把周小丽按在地上，用胶带把她的嘴缠得严严实实。李火擦了把汗，恶狠狠地命令：赶紧拖下去宰了，别留痕迹。4个手下抬着拼命挣扎的周小丽，骂骂咧咧朝楼下走去。可刚走到一半，走在最前面的2人突然停住了脚步，里面好像有人。2人小心翼翼走进楼道查看，可里面静悄悄的，连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剩下的一个胡渣男把周小丽扔给同伴，自己进去查看。可他刚走到拐角处，身形就突然僵住，随后双腿以诡异的姿势倒退着走了出来，下一刻居然当场倒地。戴帽子的同伴还没反应过来，一道寒芒突然冲出，一把砍柴刀旋转着飞出，精准的将其击杀。绑在地上的周小丽目睹这恐怖的一幕，直接吓尿了尿不湿，拼命蠕动着想要逃离。就在这时，我从阴影里走出来，接着用刀尖挑开周小丽嘴上的胶带，再叫一声，我就割了你的舌头。老实回答问题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周小丽吓得疯狂点头，把自己知道的一一交代。幸存者都集中在29层，彭总和物资在30层，想上30层只能通过29层中央楼梯，武装人员大概有30多名。我心里有了底，看着脚下和自己身形相似的帽子男，瞬间有了主意。我迅速扒下对方的衣服，套在自己身上压低帽子。周小丽颤巍巍地求我：大哥，送我去安全的地方吧。可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自己躲好吧。被拒绝的周小丽瞬间又撒起泼来，扬言要大叫引来其他人。可她的声音刚出口，我就毫不犹豫的一刀劈了下去。周小丽的说睡就睡，立马便倒地不起，随即出现在29层楼梯口。我压低帽檐推开了门，守门的2名守卫连忙打招呼：韩哥回来这么早啊？其他人呢？我故意把声音弄沙哑，他们3个突然来感觉了，说要找那头母猪舒服一下再上来。
守卫愣了一下，一想到周小丽的体型，顿时胃里翻涌干呕着，摆了摆手。行吧，韩哥，你先上楼，火哥催着集合呢。我低着头混了进去，刚踏上30层，就看到大厅里站着2排人，大概20来个，个个手里都拿着武器。我不动声色站在队伍末尾观察着，心里清楚，仅凭手里手枪的7发子弹，硬闯根本不现实。这时，李火背着手走了过来，他清了清嗓子喊道：“你们都是我和彭总精挑细选的精英，今晚的任务只有一个，把那些光吃饭不干活的废物和丑东西全部清理掉。只要干完这一票，5天后船来了，咱们就能跟着彭总去西环山吃香喝辣。”众人瞬间兴奋的低吼，眼中满是贪婪。可谁料李火竟径直走向队伍末尾的我，我瞬间浑身紧绷，以为要穿帮了，双手立马做出虚我姿势，随时准备拔枪。可下一秒，李火却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小韩啊，你是我最看重的人。今晚的任务你来当队长。”我彻底懵了，心里直呼：“不是吧，哥们儿，我就来找个材料，你这也太搞心态了。”可这时我只能硬着头皮压低帽檐点头。李火还以为我在发抖，凑近威胁：“别给老子耍心眼，我才是老大，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”说完又恢复虚伪的笑容，吩咐众人解散休整。夜幕一到就出发。我本想趁机开溜，可李火又摆手叫住我：“走吧，小韩，彭总要见我们，待会儿记住少说话，多点头。”我心里纵使万般无奈，也只能硬着头皮跟在李火身后，走进了彭总办公室。巨大的落地窗前，彭总背对着我们坐在真皮老板椅上，手里夹着雪茄，盯着窗外的海面出神，示意我们坐下后，随手扔出2块德芙巧克力：“尝尝。以前这玩意儿狗都不吃，现在比金条还贵。”李火毫不犹豫撕开包装塞进嘴里，含糊不清地问：“彭总有什么吩咐？”彭总缓缓转过身，语气低沉：“西环山那边来电，海里出现了攻击性极强的变异鱼类，大船换成了快艇，登船名额有限。”我顿时心里一惊，变异鱼类明明应该6天后才出现，怎么提前了？难道重生带来了蝴蝶效应？这时彭总伸出3根手指说：“只有3张船票。”还假意安抚李火和我：“你们是自己最得力的干将，肯定有你们的份。”李火瞬间眼神狂热，连忙道谢，我也跟着压低帽子道谢。可彭总话锋一转，语气变得森冷：“我们这儿的人太多了，船一来肯定混乱。徐总和牛总那2拨人现在就是累赘，今晚动手的时候，我不希望看见他们明天还能喘气。”李火立马站起身，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：“放心，彭总，今晚暴乱一起，我就带着小韩去办了他们。”随即彭总让我先出去歇着，他要和李火说私事，我求之不得，连忙退了出去。可刚关上门，就听到彭总压低声音对李火说道：“其实船票只有2张，小韩这人虽然忠心，但脑子太轴，带上他不如带上2箱罐头，等处理完徐总他们，顺手把小韩也清理了。”李火愣了1秒，随即露出残忍的笑容：“彭总英雄所见略同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”而彭总在李火走后，看着窗外的落日，嘴角勾起一抹嘲弄：“李火啊，李火，真是一条好狗，但可惜船票从来就只有1张。”随着夜幕降临，写字楼里没有电，只有几个铁皮油桶里烧着桌腿和木板，火光摇曳，勉强照亮大厅。我借着火光摸清物资存放的地点，就在以前的财务室，而门口则站着6个彪形大汉，互相监视着。透过门缝，我隐约看到里面的物资，角落里赫然摆着几台拆下来的商用净水器。我心里顿时一阵窃喜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了。可就在我盘算怎么下手时，一只大手突然重重拍在我的肩膀上。只听李火的声音传来：“小韩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时间到了，跟我走。”咱们先干正事。瞥了一眼守卫和李火，我清楚强攻不明智，不如将计就计，等乱起来再动手。于是沉默的点点头，跟着李火来到徐总和牛总的所在地。两人站在一间豪华套房门前，即便隔音再好，也能听到里面传来男女欢愉的尖叫声。李火冷笑一声，给了我一个眼神，下一刻猛然一脚踹开大门。正在捉迷藏的徐总吓得一激灵，顿时开始破口大骂：“李火，你不想活了？敢闯老子的房间！”李火反手关上门，2把开山刀在烛光下泛着寒光。打扰2位雅兴了，彭总让我给2位带句话，需要你们配合死一死。牛总大吼着去摸床头的钢管，可李火根本不给机会，身形一闪冲上去，2把刀舞得密不透风，直接将2人送去重生。女人们尖叫着四散奔逃，却被我挡在了门口。一个女人跪在我脚边哀求：“大哥，放过我吧，我就是想换口吃的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”我眼神复杂，知道这世道普通人活下去有多难，立马准备开门放他们出去。毕竟场面越乱，我越好得手。可就在我扭动门把手时，杀红眼的李火却冲了上来，3两下就把几个女人搞定。屋内的惨叫声瞬间戛然而止。李火一步步走向我，声音阴沉：“小韩啊，徐总他们已经上路了，现在该轮到你了。”但我却看着步步紧逼的李火，嘴角突然勾起一抹弧度，下一秒摘下帽子，露出陌生的脸庞：“小伙啊，做人这么绝情不太好吧？”李火瞬间瞳孔收缩，惊呼：“你是谁？小韩呢？”可下一秒，一个黑洞洞的枪口瞬间对准了他的眉心，把刀扔了，举起手，我单手持枪，语气平淡。李火深吸一口气，松开手，2把开山刀掉在地上。他盯着我，心里盘算着，7步之内他有把握扭断我的脖子。可他嘴上假意求饶，脚下却突然发力朝我扑来。可我没有扣动扳机，反而抡圆了手臂，像要拿手枪砸他。李火心中狂喜，以为枪里没子弹。
弹，但就在我手臂挥出的瞬间，手枪突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把分离的砍柴刀。如此近的距离，砍柴刀精准将李火砸在墙上。李火瞪大眼睛，看着胸口的砍柴刀，又看着我手里重新出现的手枪，世界观瞬间彻底崩塌。手枪怎么变成刀的？我走过去拔出砍柴刀，这叫智取。小伙，你那群手下都在外面，开枪动静太大，容易打草惊蛇呀。李火张了张嘴，瞪着眼，彻底断了气。我收回砍柴刀，整理好行头，推门而出。大厅里20多号人已经集结完毕。这时有人疑惑问：韩队长，火哥呢？我淡定的咳了一声，火哥拉屎便秘了，让咱们先行一步。人群瞬间骚动，没人敢擅自行动。我突然提高音量怒吼道：喂，你们自己没长脑子吗？彭总交代的任务那么简单，见人就砍，还需要老子教你们怎么拿刀吗？谁要是耽误了去西环山的机会，老子第一个废了他！这一嗓子彻底镇住了所有人。一个老资历连忙跳出来附和，带着众人分3组冲向楼梯口，就连守物资的6个护卫也跟着冲了下去。不到1分钟，30层就变得空空荡荡。我冷笑一声，转身直奔物资室，里面的物资不算多，但我没心思细看，直奔角落的净水器，一刀劈开外壳，成功拾取了5个精良级。绿心心中狂喜，这下发大财了，有了这些就能造出净水器，还能保证后续消耗。然而就在我沉迷搜刮物资时，一股如芒在背的寒意让我顿时头皮发麻。下一刻，一把冰冷的匕首无声无息抵在了我后腰上。彭总的阴冷声音在耳边响起：我就知道你小子不对劲，李火去哪儿了？怕是被你杀了吧？我心里一紧，怎么也没想到彭总竟然悄无声息地摸了过来，自己接下来该如何脱身？这时彭总手里的匕首又往前送了半寸，刺破了我的衣服，还伸手在我身上摸索，但没摸到武器，只摸到了滤芯儿。他忍不住大笑：原来偷的是这玩意儿，能轻松做掉李火，还能混进来，小伙子有点手段，是个人才。他把滤芯扔回给我，后退一步，摆出礼贤下士的模样。我不杀你，还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我给你一张去西环山的船票，你当我的心腹，帮我在据点建立末世商业帝国，如何？我看着他高高在上的嘴脸，嘴角扯了扯，有些不屑。就这没兴趣，一张破船票就想让我当走狗，这人简直是当土皇帝当傻了。彭总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10几年没动手了，不知道功夫还丢没丢。话音刚落，我就被彭总一拳击中胸口，瞬间闷哼一声，撞在墙上，四肢麻痹，连抬手拔枪的力气都没有。彭总缓缓抬起匕首，又给了我最后一次机会，还说要说个我肯定感兴趣的秘密，那就是官方把据点选在西环山，根本不是因为地势高。我连忙应下，毕竟保命要紧。可就在彭总准备说出秘密时，一道惊雷突然炸响，淹没了他的声音。窗外暴雨如注，彭总突然僵在原地，眼神惊恐地盯着窗外。不可能，那东西怎么会？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借着雷光看到漆黑的海面上，一个巨大的黑影正破开巨浪，急速朝写字楼游来。那不是船，而是一个活物。紧接着，一道低沉的闷响从海底传来，整栋30层高的写字楼剧烈摇晃，地板瞬间龟裂，承载着大量物资的楼板彻底崩塌。我和彭总都随着碎石坠落下去。29层的大厅里，幸存者们哀嚎不止，天花板突然坍塌，物资和2个大活人重重砸在地上，烟尘散去。彭总摔得灰头土脸，很快站起来，他吐了口带血的唾沫，指着我：算你命大，接下来解决他们，就当是你的投名状。我冷笑一声，缓缓爬起来，手指逐渐恢复知觉，看着冲过来的彭总，我突然开口：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7步之外什么最快？彭总握紧匕首，满脸横肉抖动，下一秒脚下猛然发力，像一颗出膛的炮弹冲向我。这一撞，若是普通人骨头都会碎完，可我却没有躲，只是右手轻轻一翻，一把64式手枪凭空出现在掌心，抬手瞄准，动作行云流水。7步之外枪快，而7步之内枪又准又快。彭总瞳孔骤缩，惊呼：你不讲武德！可陪着他闹的只有一声清脆的枪响，在死寂的大厅里回荡。他至死都没想明白我的手枪究竟藏在了哪里。见此一幕，全场瞬间死寂。那些杀红了眼的人看着我手里的枪，个个吓得脸色煞白，四处乱窜。但我根本没空理会他们。刚才海底的巨响和黑影绝对不是自己能应付的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可就在我准备趁乱离开时，8个手持砍刀的亡命徒却对视一眼，瞬间围了上来。富贵险中求，只要抢到枪，整栋楼的物资和女人就都是我们的。看着逐渐逼近的亡命徒，我不耐烦地咂咂嘴，既然想抢，那就都留在这里吧。同时在心里盘算着，子弹只剩6发，面对分散站位的8人，根本无法逐个击破，而且子弹珍贵，不能浪费在这些炮灰身上。深吸一口气，我突然向一侧暴冲，砰的一声枪响，侧方一个反应最慢的打手当场倒地。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，我手里的手枪凭空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把砍柴刀。我借着重势，身形鬼魅般切入2人之间，刀刃精准，短短2秒就有3人倒地，剩下的5人瞬间僵住，被我恐怖的效率吓得双腿发软，谁也不敢再上前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声更猛烈的撞击声传来，整栋写字楼剧烈倾斜，角度瞬间超过30度。大厅里的幸存者们失去平衡，像罐头一样顺着地板滑向落地窗，玻璃碎裂，几10个人影坠入漆黑的大海，连个水花都没溅进。我也不受控制的往下滑，凭着超快的反应，我反手将砍柴刀插进地板，可刚稳住身形，一个亡命徒就抱住我的小腿，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哀求。我只觉得下半身一沉，砍柴刀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嘎声。我本就被彭总打了一拳，没有任何犹豫，我立马一脚踹在他的面门上，看着对方坠入大海，我丝毫
没有心软。末世中心慈手软只会害死自己，而此时写字楼的倾斜角度还在加剧，已经快变成墙壁。砍柴刀的刀柄逐渐变形，我知道不能再耗下去，随即抬头看向走廊入口的城中柱，意念一动，神级钓鱼竿出现。我左手握紧鱼竿，右手猛地挥竿，鱼线精准绕过城中柱，绞成稳定的结，又将鱼线缠在身上，拔出砍柴刀当做登山镐，一点点往上挪，终于爬到城中柱上方，跳到走廊里。但还没等我开心起来，写字楼的上半部分彻底断裂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颠倒了。失重感袭来，我被狠狠甩在天花板上，又重重砸回地面。紧接着强大的水压冲破大厅玻璃，冰冷的海水瞬间灌满整个空间，我顿时被海水卷走，撞在走廊拐角处，眼前一黑，意识差点中断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回到上一世，自己被推下船，被鲨鱼撕咬的绝望。瞬间，老子重活一世不是为了当水鬼的。强烈的求生欲支撑着我，憋住最后一口气，我在浑浊的水中辨别方向，拼命朝走廊尽头的落地窗游去。还有20多米的距离，凭现在的肺活量，拼一把就能上去。可就在我双腿猛蹬，准备加速上浮时，一股毛骨悚然的水流波动顿时从我脚下传来。借着雷光，我看到深渊之中，一个巨大的、令人绝望的黑影，正像离弦之箭一样窜了上来，一张布满尖牙利齿的巨口正对准我。我彻底破防了，自己不过是想喝一口干净的水，为什么不管是人还是怪物，都要置自己于死地？可我咬紧牙关，握紧神级钓鱼竿，就算拼死一搏，也要让这海怪付出代价。随即使出最后力气，挥出鱼竿，鱼钩精准嵌入海怪的血肉中。系统提示这时忽然响起，垂钓中宿主当前体力值已耗尽，垂钓成功后将陷入彻底昏迷状态。我笑了笑，松开鱼竿，大脑逐渐失去知觉，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，也不知道这一竿能钓出什么奇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在一片柔和的白光中醒来，窒息感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温暖。下意识里，我捏了捏手里的东西，软乎乎的，手感极好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羞恼又高傲的空灵女声在我脑海中回荡：混账东西，竟敢亵渎本尊！若非那该死的规则束缚，我绝不会认你为主。这笔账务记下了，有朝一日，吾定要将你生吞活剥。随即，我的脸颊被狠狠抽了一巴掌，剧痛袭来，我身体猛然下坠，再次陷入黑暗。次日，我被鸟叫声吵醒，发现自己躺在熟悉的船驾驶室里，窗外海面平稳，风和日丽，和昨夜的狂风暴雨判若两人。我努力回忆着昨晚的一切，大楼倒塌坠海，被海怪吞噬，还有那个奇怪的梦，可梦里的细节却模糊不清，只记得有个女人在叫骂。我召唤出神级钓鱼竿，面板上只有垂钓次数增加了1次，没有任何新增物品，也没有熟练值和精神值的变化，这让我满心疑惑。正当我摸到自己的左脸时，一阵刺痛传来，接着窗户玻璃的反光一看，我瞬间懵了，左半边脸高高肿起，上面赫然印着个巴掌印，五指小巧细长，分明是女人的手，力度大的差点扇飞我的天灵盖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脖颈右侧的大动脉处多了3道碧蓝色的鳞片纹路，深深烙印在皮肉里，还会随着呼吸微微闪烁，用手刮也刮不掉。我彻底懵了，船上只有自己一个人，怎会有女人的巴掌印和奇怪的纹路？难道昨晚被海怪吐了出来，又被某个女人救了，还被扇了一巴掌？想不通，我只能暂时放下疑惑，摸了摸裤兜里完好无损的5个滤芯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只要活着就有机会弄清楚。当务之急是造出净水器，解决喝水的问题。走出驾驶室，我拿出蓝图查看，主材料滤芯有了，副材料也集齐了，只差木炭碎和塑料瓶。塑料瓶在海面上随处可见，难点在木炭。想起之前刷到的求生视频，用潜流法就能制作木炭，于是我召唤出神级钓鱼竿，钓回海面上的生锈铁桶、塑料瓶和空罐头，开始动手制作简易炭窑。然而就在我准备劈木方时，砍柴刀突然断成2截，昨晚用它当登山镐，早已透支了寿命，彻底报废了。没有气馁，我用断刃当楔子，再用木方当锤子，硬生生劈出一堆木条，然后将木条塞进空罐头盒，倒扣在铁桶中央，点燃木屑，一个微型潜流炭窑就做好了。趁着烧炭的空档，我拿出仅剩半瓶的矿泉水抿了一口，又开始了今日的垂钓。毕竟在末世里，物资永远不嫌多。5个小时后下午1点，我坐在船舷边，钓鱼竿被拉成满月状，我双臂发力匀速收线，顿时一个绿灰色的光球破水而出，砸在甲板上时，垂钓成功，获得高性能作战深潜服套装1套，5点熟练值和2点精神值。我瞬间大喜过望，这套深潜服具备防刺恒温功能，还有氧气瓶、动力脚扑和探照灯。茫茫大海上，这简直就是第2条命使。我连忙将深潜服收入空间戒指，又盘点了上午的垂钓成果，还有一根碳钢撬棍和一套冲锋衣裤，终于可以换掉身上满是盐霜磨得皮肤红肿的破衣服了。换好衣服，我走到铁桶前，用撬棍挑出倒扣的罐头盒，里面的木条此时已经变成了漆黑轻盈的炭块。我快步走到驾驶室的工作台前，将所有材料放在台上，大喊：制作初级滴滤式淡水净化器。下一秒，工作台亮起微光，几秒后，一个造型奇特的净化器出现在我的眼前，产出效率每小时40到45毫升，过滤精度0.0001微米，能产出直饮级淡水。小心翼翼，我将净化器挂在窗框上，放好塑料杯，倒入浑浊的海水，看着海水一点点变得清澈。我盘腿坐在床上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出水导管。终于，一颗晶莹的水珠滴落，滴答声在寂静的驾驶室里格外悦耳。我知道那是希望的声音。随着4个小时后，天色逐渐昏暗，塑料杯已积攒了150毫升左右的清澈淡水。我颤抖着端起杯子，仰头一饮而尽。瞬
瞬间，全身细胞开始欢呼。这一刻，我眼角再次湿润。只有经历过绝望的人才懂这半杯凉白开多来之不易。这不仅是水，更是自己活下去的资格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窗外又响起了闷雷声。借着电光，我看到远处天际线的乌云比昨夜还要厚重，暴雨又要来。我心里清楚，自己重生带来的蝴蝶效应已经让这个世界变得比记忆中更加危险。提前出现的变异鱼类、恐怖的深渊巨影、频繁的暴雨，接下来的路只会更难走。放回杯子，我目光凝重看向工作台旁报废的柴油引擎，水源已经解决了，接下来就是动力和食物。光靠木桨划船，遇到危险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握紧拳头，我眼神坚定，必须尽快修好引擎，然后去西环山据点寻找更多物资和机会。这一世我不仅要活着，还要比任何人都活得更舒服。而与此同时，凤江园小区的高层住宅里，陈泽瘫在沙发上，手里捏着一个空矿泉水瓶，徒劳地往嘴里倒着，嘴唇起满白皮，喉咙干得发痛。楚心拿着水果刀切开垃圾桶里的苹果皮，试图吸吮一点水分。二婶抱着虚弱的泰迪，眼神呆滞地看着窗外的乌云哀怨。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？但他们不知道，远方的海面上，我已经找到了活下去的希望，而他们的命却该怎么保下来呢？这时，陈泽将空瓶子狠狠砸在地上，下一秒扯着嗓子怒骂：“喝了脏雨水，上吐下泻，厕所还反了水，这破楼简直就是座活棺材。”楚心缩在一旁，怯生生开口：“要是陆凡还活着就好了，他肯定带了很多物资。”这句话瞬间点燃了陈泽的怒火。陆凡，你就知道陆凡？他猛地站起手，青筋暴起，眼睛恶狠狠盯着楚心。那家伙早就死在海里了，指望他送水，简直是做梦。随即，他转身拖出瘪扁的双人充气阀，眼神狠厉地扫过楚心和二婶。明早雨一停，就去码头找游艇，不去就等着渴死。二婶吓得浑身哆嗦，不敢反驳。三人连夜轮流踩充气泵，为了那点渺茫的生机，赌上了一切。可他们不知道，那个被陈泽骂作死在海里的我，此刻正躺在木船的驾驶室里，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。守了一夜的净水器下，塑料杯早已接满了清澈的淡水，沉甸甸的足500毫升。在这淡水比黄金贵100倍的末世，这一杯水足够让人为之拼命。我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捧着杯子，强忍着想一口喝干的冲动，一滴不漏灌进密封瓶里。有了这台淡水净化器，就算漂在海上1年，我也绝不会变成干尸。而此时木船无动力漂了一夜，竟把我带到了威士西城区宋氏娱乐那栋金碧辉煌的网红高楼，就在左侧1公里外，离昔日的凤江园不过5-6公里。我看着那栋楼，心里没半点波澜。陈泽楚心的死活根本不值一提，眼下最要紧的是修好那台报废的柴油引擎。可工作台弹出的修复方案却给了我当头一棒，合金去轴、高压喷油嘴、密封活塞环组，全是缺的核心零件。这时我猛然想起，宋氏大楼附近有个大型5金机电市场，就算淹在50米深的水下，重型机械零件也绝不会被水流冲走。我从空间里掏出高性能作战深潜服，啃了最后半包牛肉干补充能量，接着麻利换上全套潜水战衣，深吸一口气，纵身跳了下去。深潜服的恒温系统瞬间锁住体温，水压也被卸去大半。我像条鱼一样在水里穿梭时，5000流明的头灯光柱刺破黑暗，却没发现不远处的阴影里，一双碗口大泛着猩红妖异光芒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的身影。树根触手一摆，悄无声息地跟了上来。水下50米死寂的可怕，只有呼吸阀的嘶哈声和水泡的咕噜声。昔日的柏油马路成了淤泥海藻覆盖的深沟，豪车杂乱堆叠，车窗破碎，而且附近定有巨型海怪出没。握紧撬棍，我不敢耽搁，拼命朝5金机电市场的方向游去。可好不容易摸到市场门口，却发现卷帘门被死死压锁。我把撬棍插进门缝，双脚蹬地，手臂发力，在陆地上能轻松撬开的门，在50米水下却难如登天。我咬着牙用杠杆原理一点点硬磨，10多分钟后，随着嘣的一声脆响，滑轨变形，终于撬出一个仅容一人钻过的豁口。可抬头看氧气表，从下潜到现在已经过了20分钟，氧气瓶只剩40分钟的余量，留给找东西的时间只有20分钟。我钻进店里一片狼藉，随即直奔未倒的柜台。万幸密封塑料盒里找到高压喷油嘴，角落维修台上还有未拆封的密封活塞环组。可翻遍整个存货区，最关键的合金曲轴却连影子都没见着。就在这时，氧气报警器急速响了起来，剩余氧气只剩6分钟。我当机立断抓起零件塞进腰包就往豁口走，可刚探半个身子，一道庞大的黑影赫然出现在10米开外的浑浊海水里。我心里一紧，以为是大白鲨，赶紧屏住呼吸，关掉头灯，想借着黑暗隐蔽。可那黑影竟像是长了眼睛，脑袋直勾勾转过来，猩红的眼睛死死锁定了我。我瞬间打开头灯，光柱打在黑影身上的那一刻，我倒吸一口凉气。这哪是什么大白鲨，上半身是变异鲨鱼，灰白色的皮肤，两腮外翻，长满尖锐骨刺，下半身却没有尾鳍，取而代之的是7、8条粗壮的暗红色章鱼触手，吸盘足有碗口大，每一次挥动都搅起浑浊的泥沙。这根本就是跨物种的畸形怪物。张沙被强光激怒，喉咙里发出高频震动，一股肉眼可见的水波纹瞬间炸开，我耳膜剧痛，脑袋嗡嗡作响，整个人像被重锤砸中，瞬间失去平衡。还没等我缓过神，张沙的巨力狠狠撞在卷帘门上，原本坚固的门像纸糊似的凹陷进去，紧接着卷帘门被彻底撕裂，张沙的头颅挤进来，血盆大口对着空中胡乱撕咬。我慌忙后退，借着动力角球拼命躲避，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氧气报警器的声音越来越急，剩余氧气只剩1分钟，动力绞痛还突然传来抖动，直接过载进入冷却模式。速度一慢，身后的水流瞬间湍急，张沙的血盆大口近在咫尺，我刚想游动左腿，就被狠狠咬住。深潜服的防刺功能像纸一样脆弱，利齿刺穿防护层，深深扎进肉里，剧痛瞬间席卷我的全身，我痛得浑身痉挛，却没放
放弃抵抗，挥起撬棍，狠狠戳向张莎的眼睛。可当当2声，撬棍竟被弹飞。这怪物的眼皮上竟覆盖着一层透明骨膜。张莎吃了痛，性情更加狂暴，疯狂甩动脑袋，想扯断我的腿。3条触手缠上我的腰，和双臂越勒越紧，窒息感和剧痛同时袭来。我的视线开始发黑，骨头被勒得咔咔作响。死神的镰刀已架在了我的脖子上。然而就在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，脖颈处那3道沉寂的闭塞鳞纹突然爆发出灼热的温度，随即一股热流瞬间传遍全身。顿时耀眼的闭塞光波以我为中心环形炸开，死死咬住我的张莎竟被直接弹飞5-6米，重重砸在墙壁上。我捂着大腿跌在淤泥里，大口喘着气，抬头就看见身前悬浮着一道闭塞光点凝聚的人形光团，从高挑婀娜的身段能看出是个女人的轮廓。张莎稳住身形，看着到嘴的猎物跑了，彻底暴走。灰白色的皮肤瞬间充血变红，体型像充气一样暴涨数倍，背鳍上的骨刺根根竖起，进入了2阶段狂暴状态。可面对这恐怖的怪物，那道闭塞光影只是微微侧头。空灵的女声带着刻入骨髓的高傲在水下回荡，一条还没化形的小杂鱼，安敢在本尊面前造次？话音落下，闭塞光影纤细的指尖隔空一点，一道纯粹到极致的闭塞光波扇形炸开，幽暗浑浊的海底瞬间亮了起来，碧绿的光晕蔓延开来，染透了附近整片海域。而海面上，陈泽、楚心和2婶正划着充气筏艰难前行。这股能量爆发，直接掀起了惊涛骇浪，充气筏像枯叶般被抛弃，2婶连人带狗坠入大海，再也没了踪影。这场异动甚至惊动了300多公里外的西环山，据点红灯狂闪，1级警报拉响。宋氏大楼顶层的宋涵也目睹了这场天地异象，海底的5金市场连同地基钢筋竟被这道光波直接抹除，只留下光滑的海底巨坑。那头不可一世的2阶段张莎连点渣都没剩下，化作血雾融入大海。闭塞光晕收敛，那道朦胧的身影走到我面前，空灵的女声里满是压抑的怒火：混账东西，区区一条杂鱼，竟然浪费了本尊一次护林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才被你这种废物拖累。他冰凉虚幻的手揪住我的下巴，空洞的眼睛透着无尽怨恨。把你的命珍惜住，若是因你的死伤及无知本源，哪怕拼着遭天谴，吾也会亲手撕碎你的灵魂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，记住了吗？我被那股威压震得心口骤停，只能拼命点头。女子冷哼一声，化作点点星光消散，保护性的光球也随之破碎，冰冷的海水瞬间倒灌。我这才发现氧气瓶早已空了，可我下意识蹬腿，却发现腿上的剧痛消失了。低头一看，身前服破了个大洞，里面的皮肤却光洁如新，连个疤都没有。我来不及感叹，借着冷却完毕的动力，脚皮又全速上浮，狼狈地扒住船舷，翻上甲板，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，后背凉飕飕的，手脚止不住的颤抖。我摸向脖颈，3道闭塞鳞纹只剩2道，最下面的那道彻底消失，只留淡淡的红印。原来这是3次保命的机会，竟被我浪费了1次。而那个神秘女子究竟是谁？一指断海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这等力量早已超出了人类的认知。可我还没从惊魂未定中缓过神，不远处的海面上就传来了划船声，一艘皮划艇朝我驶来，2个壮汉坐在船上，手里拿着自制长矛和西瓜刀，面目不善。我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后舱的胡渣男嫌弃木船破旧，前舱的光头则狞笑着说要把我打晕带回去。船上的物资2人私吞，反正宋少不在乎。2人麻利翻上甲板，光头用刀背敲着护栏，颐指气使地喊：“喂，小子，宋少看得起你，请你上去聊聊。先把身上的东西交出来，尤其是食物，敢私藏打断你的腿！”我刚在水底憋太久，缺氧的后遗症让胸口剧烈起伏，半眯着眼没回应。胡渣男不耐烦地上前想搜身，可刚踏出一步，砰的一声枪响，震得甲板嗡嗡响，他的脑门上瞬间多了个洞。光头瞬间懵了，腿一软，跪在铁板上拼命磕头：“大哥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宋少看你一个人，怕你有危险，让我们来接应的。”我面无表情走过去，枪口顶在他的脑门上：“谁派你们来的？想干什么？”光头哆嗦指着宋氏大楼，语速快得像机关枪。我却根本不信这蹩脚的谎话，抬头看向宋氏大楼顶层，哪怕隔着老远，也能感觉到一道目光在注视着这里。我收回枪口，光头刚松了口气，我左手一翻，6棱撬棍凭空出现，精准砸在他头上，他连惨叫都没发出来，直挺挺倒了下去。我把他踹进海里，冷笑自语：“放你回去报信儿，我又不傻。”这一枪就是最好的震慑。短时间内，宋氏大楼的人绝不敢再来招惹一个有枪的狠人。疲惫到了极点的我睡了一觉，醒来时肚子饿得咕咕叫。这几天靠牛肉干和辣条填肚子，热量缺口太大，怕是瘦了10多斤。我拿起神级钓鱼竿，坐在甲板上，若不是满世界的废墟，倒真有几分度假的味道。就在我盯着浮漂发呆时，楚心2婶尸体依然飘向我船边，这张尖酸刻薄的脸我记得很清楚，上一世就是他站在船上，看着我被鲨鱼啃食，见死不救。挑了挑眉，我抄起木桨，对着尸体狠狠一戳，把尸体顶开。上一世你看着我喂鲨鱼，这辈子就好好尝尝海水的滋味吧。而另一边几公里外的海面上，陈泽和楚心没了2婶，还丢了物资。楚心的指责让陈泽彻底爆发，他一巴掌扇在楚心脸上。走投无路的2人最终决定前往宋氏大楼赌一把生机，而我的垂钓也终于迎来了惊喜。鱼线猛地一沉，我扬竿收线，一个印着烫金大字的黑色礼盒落在甲板上，顶级啊，和牛烧烤套餐。我眼睛都直了，抱着礼盒钻进驾驶室。巧的是天空刚好飘起小雨，我清理掉工作台上的零件，支起一次性自热烤炉，撕开包装，2块巴掌大的牛眼肉躺在盘子里，红白相间的雪花纹理像艺术品。我点燃速燃炭，抹上黄油，黄油融化的奶香味瞬间在船舱里炸开，把和牛放在烤盘上，滋啦一声油脂冒泡，霸道
烧的肉香混合着果木烟熏味，填满了整个鼻腔。我又开了一罐冰可乐，蜡烛的昏黄火苗在雨幕中跳动，一口焦酥嫩滑的和牛，一口冰凉的可乐，丰沛的肉汁在口腔里爆开时，碳酸的清爽冲刷着食道，极致的满足感让我全身毛孔都在舒展。而此刻的宋氏大楼顶层，宋寒和钟叔的晚餐却只有切片午餐肉罐头发干的面包，还有半杯醒了太久的红酒。宋寒拿着望远镜看了我一下午，只觉得我在掉海里的垃圾，感慨道：这小子孤零零飘在海上，没吃没喝，除了睡觉怕是也没事干。现在若是给他一口午餐肉，估计都能乐疯了。他哪里知道1公里外的小木船里，我正在享受着他想都不敢想的顶级盛宴。而随着一夜暴雨过后，陈泽和楚行困在废墟里，游艇没找到物资全丢了，两人互相指责，最终还是循着宋氏大楼的广播找了过来。而我这边正对着一堆零件发愁，高压喷油嘴和活塞环有了，可还是缺合金曲轴。就在我琢磨着去哪儿找时，宋氏大楼的人又找上门了。这次来的是个穿中山装的老者，自称中将，是宋寒的人。我皱眉，右手虚握，撬棍凭空出现在掌心，派个老登来送死吗？可老者却脚下一点木挺下沉，他像大鹏展翅般纵身一跃，稳稳落在甲板上。我瞳孔骤缩，这老头竟是个练家子。他身形一动，如同鬼魅般欺近，干枯的手掌像铁钳般扣住我的手腕，顺势一扭一压，我痛得大叫：痛痛痛！我投降！我这才发现这老头看着瘦弱，力气却大得离谱。中将松开手，淡淡道：老夫此番前来，并非抱有敌意，而是代表宋少和你做个交易。宋少看上的是你在海啸中活下来的本事，想拉拢你。我顿时沉默了。末世初期，各大势力最缺的就是人才，而宋氏大楼那种地方，保不齐就有我急需的合金曲轴。与其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找，不如去龙窝里碰碰运气。就算谈崩了，跑路也不成问题。我当即答应，却提出2个硬要求：第一，上去后谁动这艘船，我杀谁；第二，交易谈不拢，别想强留我。逼急了，我拼着这条命，也拉着你们宋少一起上路。中将微微点头，一口答应。我跟着中将上了宋氏大楼，到了50层会客室，终于见到了宋寒。一身蓝黑西装，金丝眼镜，斯文儒雅，而他身边的女人竟是龙国著名影星沈清月，一头大波浪卷发，紧身包臀裙，身材火辣，却满脸不耐烦。沈清月本想摆大明星的架子，见我一脸茫然，冷哼着说：自己的脸天天挂在市中心 LED 屏上。我恍然大悟，咧嘴一笑：大明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以前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可没少对着你犯错误呢。这句话一出，空气瞬间凝固，沈清月的脸涨得通红，指着我气得发抖：你这个流氓东西！我直接无视他，转头看向宋寒，笑容收敛。宋少客套话免了，我是个粗人，只谈交易。宋寒推了推眼镜，让沈清月坐下，拍了拍手。女助理端来4份食物，每人2块厚切午餐，肉2片面包。沈清月插起午餐肉，鄙夷地看着我：这可是斯帕姆的高级货，你这辈子恐怕都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。宋少赏你的，还不赶紧说谢谢？我看了他一眼，像看白痴一样，吃个罐头就飘得不行了，没见过世面。说着，伸手从身后掏出一罐冒着寒气的冰可乐。光吃干巴巴的面包有什么意思？宋少这么大的老板，还得客人自己准备饮料，未免太小气了吧？沈清月手里的叉子瞬间掉在盘子里，死死盯着那罐可乐，喉咙不受控制的滚动。这高糖分的快乐水，他求了宋寒好几次，宋寒都说库存紧张不给喝。宋寒强装镇定，让中将去物资房拿3罐可乐，中将推辞不喝。宋寒刚想收起来，我却一把抢过。哎呀，宋少真客气，老爷子不喝我就代劳了，别浪费。说着打开2罐可乐，左右开弓，仰头牛饮，完事儿还打了个响亮的嗝，爽。还有吗？再来2罐。宋寒紧紧握着叉子，眼角直跳，这哪里是谈交易，分明是赤果果的敲诈。可为了拉拢我，他也只能强忍。宋寒终于开门见山说起那只张沙。这片海域的张沙杀了我们不少外出搜索的兄弟，昨日那场天地异象，你能活下来，想必知道他的状况。我想请你协助我们将其斩杀。我放下可乐，嚼着午餐肉，别谈感情，先谈我能得到什么好处。宋寒嘴角微扬，物资尽管开口，我本意是想和你长期合作，直至去西环山。我直言道，我要合金曲轴，还有足够的食物和淡水，别的都是空话。宋寒闻言点头，楼下发电室有台报废的柴油发动机，拆曲轴需要点时间，只要你愿意合作，保你吃喝不愁。我一口答应。宋少大气，合作愉快，吃饱喝足，现在就出发。沈清月瞪大了眼睛，你不用消化一下吗？我风轻云淡的戏谑看向他，杀条半死不活的鱼而已，消化啥？到了40层幸存者作业区，宋寒安排了10几个身强力壮的潜水队员跟着我，可我却摇了摇头，指着角落里2个最年轻最怯懦的男女周胜和王莹，人多目标大，容易惊动他，就他们2个跟我走。这话一出，人群炸了锅，一个壮汉上前怒喝：小子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？那张沙凶得很，你就带2个小崽子下去，先命长，别拉着他们垫背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冷笑，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，谁会傻到去送死？这是战术，懂吗？中将沉喝一声，所有人都不敢再多言。周胜和王莹战战兢兢的出列，跟着我去换潜水服。到了大楼25层的进水区域，我检查着气动鱼枪，周胜和王莹却缩在台阶上瑟瑟发抖。我嘱咐道，待会儿下去一切听我指挥，别乱跑，否则神仙也救不了你们。可这话却成了压垮2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周胜抱着头痛哭，我亲眼见过那怪物把队长撕成2半，就咱们3个
怎么可能活下来？王莹也哭着说，不想死。我看着两人无奈叹气，这心理素质能活到现在也是奇迹。不过这也正好合了我的意。我突然换上悲壮的神情，把鱼枪背在背上。你们俩留在这儿。两人瞬间愣住，王莹难以置信。你自己下去，不是送死吗？我挺直腰杆，目光坚定，总得有人去啊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为了人类能活下去，为了这该死的末世能有一线希望，这点风险算什么？周胜和王莹彻底被打动，羞愧和敬佩涌上心头。周胜抹掉鼻涕，陆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王莹也跟着点头，我也去。但我却厉声喝止：胡闹！你们才多大，还有大好前途？这种玩命的事轮得到你们吗？周胜小声嘀咕。可陆哥，你也不老啊！我沧桑大笑，仰头看着天花板。想当年我走过南，闯过北，火车道上压过腿，厕所里面喝过水，我的经历不是你们能比的。说完，我带上呼吸器，义无反顾地跳进冰冷的海水中，只留下周胜和王莹在岸边哭着大喊：陆哥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啊！而水下的我却摇着头吐槽，果然还是年轻人好骗，因为我根本没打算去杀张莎，只是想找个地方刷垂钓次数，顺便弄点东西伪装罢了。我绕到宋氏大楼背面的空调外机平台，这里是视觉死角，不会被任何人发现。随后换出神级钓鱼竿开始垂钓，可接连8次钓上来的都是些杂物，只有一包饼干和一颗苹果能入口，我心态都快崩了，咬牙切齿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求求给我出货吧！鱼线猛地一沉，我以为又是垃圾，可一股沉重感传来，这东西像是活物，死死咬着钩子疯狂摆头，我瞬间来了精神绷紧肌肉，与之决力。5、6分钟后，鱼竿一轻，哗啦一声，一个粉白色的光团破水而出，落在平台上，竟是一条只有手臂长短的粉色海豚，通体粉白，皮肤光滑如玉，圆润的脑门正中央长着一根手指长短的螺旋状独角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辜地看着我。系统提示：这是幼年体深海龙豚可进化，当前是生活级，潜力却是异能级，头顶独角，能洞穿钢板，水下极速30节，成年后能操控气候，成为一方水域的霸主。我喜出望外，戳着小龙豚的脑门，我去，神兽啊！我给小龙豚取名小白，小白竟十分亲近我，还用吻部蹭我的裤裆，我慌忙推开，嘿，你小子宫的母的，上来就耍流氓！小白委屈的红了眼眶，我无奈安抚小白，瞬间多云转晴，尾巴摇得像螺旋桨。我看着天色不早，指了指下方的海水，小白去给我抓只章鱼或者鲨鱼上来。小白眨巴着眼睛，嗖的一下化作粉色，闪电扎入水中，不到5分钟就破水而出，嘴里叼着1人高的章鱼，背上还驮着一条死透的大白鲨。他把猎物往我脚边一扔，昂着头求夸奖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体型差着战斗力简直绝了。我割下一根章鱼须和一只沙臂，又把潜水服划了几道口子，把尸体踢进海里，嘱咐小白：剩下的肉你吃了，吃完去我的船附近藏好，没我命令不准出来。小白蹭了蹭我的手心，拖着猎物潜入深海。而与此同时，宋氏大楼的顶层，沈清月早已等得不耐烦，对宋寒嘲讽：这都4个小时了，那土包子指不定死在下面了，也就你还傻乎乎的等着。宋寒眉头紧皱，心里也没了底。这时钟江却开口了：老夫看不透他，但他临走前的自信不是装出来的，或许他真有底牌。另一边，周胜和王莹在进水区域等了4个半小时，以为我必死无疑，正要去找钟叔，身后的水面突然传来气泡声，我的脑袋猛地钻出来，大口喘着气。别动手，嫂子，我是我哥。我带着他们回到40层幸存者聚集区，此刻这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有人抹着眼泪说：“我害死了周胜和王莹。”有人吵着要找宋寒讨说法。沈清月捂着鼻子嫌弃：“宋少这笔买卖亏大了，那土包子多半是气喘跑了。”宋寒背在身后的拳头微微捏紧，难道他真的看走眼了？就在这时，生锈的后门被缓缓推开，我浑身湿透的走了出来，潜水服破了好几个大洞，身后却空无一人。那个之前被我怼过的壮汉瞬间冲了出来，揪住我的衣领怒吼：“姓陆的那2个孩子呢？”所有人都反应过来，我独自回来，定是把周胜和王莹当成诱饵抛弃了。愤怒的情绪瞬间失控，壮汉的拳头就要砸下。宋寒淡淡道：“算了，全当是我眼瞎了。”可就在拳头即将落下的瞬间，砰的一声后，门被撞开，周胜和王莹扛着章鱼须和沙臂冲了进来，大吼：“住手！你凭什么打我陆哥？”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我慢条斯理整理着衣领，指着地上的章鱼须：“这是章鱼脚。”又指着那截沙旗，冷哼着看向壮汉：“这个是你？”壮汉闻言顿时一脸懵：“这是我。”我一本正经点头：“对呀，一只沙臂，除了你还有谁？”人群中有人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壮汉的脸长成猪肝色，拳头捏得咯咯响，可看着地上的巨章残肢，愣是一个屁都不敢放。能干掉这种怪物的狠人，谁敢惹？钟江蹲下身检查残肢，点头道：“这肉质坚韧，带着凶煞之气，正是张莎的特征。”音落下，全场沸腾，所有人都对我奉若神明。沈清月瞪大了眼睛，捂着红唇，不敢相信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我，竟真的能单杀张莎。我却走上前，拍着周胜和王莹的肩膀，一脸谦虚：“其实我也就是运气好，要不是他们俩拼死吸引怪物的注意力，给我创造机会，我也不可能得手。”周胜和王莹瞬间懵了，两人明明在楼道口吓尿了，可还没等他们解释，就被众人簇拥起来，夸他们是英雄。我满意点头，虚名谁爱要谁要，我只要实实在在的好处。宋寒大喜过望，带我上楼谈报酬。忽然他面露难色，那台柴油机的结构太复杂，拆解曲轴需要专业工具和时间，恐怕还得让你多等一晚。说着拍了拍手，4个身材火辣的金牌技师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精油和毛巾。宋寒暧昧一笑：“今晚你就在这里好好放松放松，明天一早曲轴双手奉上。”我心里冷笑，宋寒这老狐狸是想用糖衣炮弹软禁我慢慢同化。
上一世的我或许会心动，可现在我却假意答应。既然宋少这么客气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天一黑，我偷了曲轴就溜，看谁能拦得住。夜幕降临，细雨如丝。陈泽和楚心称，其实这充气阀终于赶到了宋氏大楼，两人浑身湿透，面黄肌瘦。守卫搜查后确认没带武器，便放他们进去了。一进大门，一股暖流扑面而来，大厅里点着篝火，有人在烤肉，那股海鲜肉香让两人口水直流。一个幸存者递过2串烤章鱼，运气真好，刚来就赶上加餐。这是咱们楼里的大英雄，陆凡打回来的猎物。陈泽和楚心狼吞虎咽，听到我的名字时，两人瞬间如遭雷击。陈泽的眼里更是燃起了滔天怒火，怕是怎么也想不到，我竟抛下他们独自享福。而此刻的48层豪华套房里，我穿着宽松睡袍躺在大床上，我正享受着4个美女技师的按摩。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沈清月穿着紫色包臀裙、黑丝红底高跟鞋，精致的妆容遮住了憔悴，一双桃花眼媚态十足。她关上门坐在我身边，娇声道：“之前是我眼拙，得罪了陆先生，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”我低头看着她的手，咧嘴一笑：“沈小姐，这是要我帮忙疏通管道。”沈清月的手指猛地僵住，心里怕是把我骂了千百遍，可还是强压怒火，夹着嗓子：“宋寒不靠谱，说好带我去西环山，却一拖再拖。我想请你帮我帮你拿到合金曲轴，你带我一起走如何？”我挑了挑眉，一个零件换一张船票，我是不是太亏了？沈清月身子一软，贴在我身上，可却我一个闪身跳下床，她扑了个空，趴在床上一脸懵。我套上冲锋裤，一脸嫌弃，不给东西就想沾我光，这也太便宜你了吧！沈清月气得差点背过气，我却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：“别废话，回答我2个问题，答得上来我就考虑带你走。”随即我知道了2个关键信息：供电室在49层东侧，有守卫把守，他能支走。宋氏的中型客船远航号沉在西环山往北偏西150公里的地方，那里全天大雾，电子设备失灵，救援队不敢靠近。得知这一切，我心中大喜。那艘沉船的材料正是我升级船体建造生存设施的绝佳材料。我立刻让沈清月带我去供电室。他这骗守卫说宋少让他们去检查线路，守卫见是大明星，立马跑下楼。我趁机钻进供电室，掀开防尘布，那台报废的柴油机根本没被拆过。宋寒果然是在拖时间。我抽出撬棍，沉甸甸的合金曲轴被硬生生撬下来时，又顺手薅了几个高压线圈和金属轴承，将防尘布盖回去。我带着沈清月回到房间，开始收拾起物资，把水罐头和零件塞进背包扔给他背着。沈清月被砸得一个踉跄，瞪大眼：“这么沉，我背。”我白了他一眼，怎么想坐享其成，一点活不干就想蹭船票。他气得咬牙切齿，却只能忍气吞声，背着背包跟在我身后。两人趁着守卫交班，沿着后门通道狂奔到25层的货口。外面狂风暴雨，海水飞溅，沈清月累得满头大汗，看着漆黑的海面，声音发颤：“没有船，我们怎么走？”我露出自信的笑容：“放心，我早就安排好了。”我把备用皮划艇藏在前面的潜水走廊房间里，双人的正好。说着把背包接过来：“包给我，你去拖过来。”沈清月一听有皮划艇，眼睛瞬间亮了，撒腿就往那个房间跑。可推开门一看，房间里空荡荡的，别说皮划艇，连块破木板都没有。他瞬间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，发疯一样往豁口跑，大喊：“陆凡！”可等他冲回货口，平台上早已空空如也，我早已没了踪影。而此刻的海面上，我正趴在小白的背上，抱紧两侧，听着身后的怒骂，摇了摇头。这蠢女人说什么都信。我拍了拍小白的脑门，小白全速前进，回船上装引擎去。小白欢快地叫了一声，尾巴一甩，载着我劈波斩浪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宋氏大楼顶层，沈清月赤着脚冲进来，对宋寒哭喊：“哼！那个混蛋骗我，偷走了合金曲轴跑了。”宋寒手里的铅笔瞬间断成2截，他猛地冲到落地窗前，海面上我的那艘木船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就在这时，终将推门而入。宋少，40层来了2个幸存者，自称是陆先生的亲友，一直吵着要见您。陈泽和楚心被带进会客室，一见宋寒，立马谄媚道：“宋少，我是陆凡的兄弟陈泽，她是陆凡最爱的女人楚心，我们特意来投奔的。”宋寒冷漠道：“我如何相信你们？胃口吃的管狗叫爹的人我见多了。”两人急了，忙说：“陆凡左眼角有颗泪痣，右手手腕内侧有个腰果形状的红胎记，这是只有亲近的人才知道的。”宋寒眯起眼睛，我的泪痣他见过，手腕的胎记也隐约看到过，看来两人说的是真的。他淡淡道：“很不巧，他刚刚走了，还骗走了我这里的物资。这样的话，他的债就让你们来偿还吧。”